有一条被誉为人间仙境的邮轮航线，世人只听说它世外桃源的美誉，但是它常常会被旅行者误以为只有在退休之后才有符合去观赏它的心境。而在今天，又不得不要提醒你，这个地方再不去可能就来不及了，那就是挪威峡湾。看了今天的视频，非常有可能会颠覆你在未来几年你本身已经安排好的那些旅行计划。如果你觉得EO的提醒正是时候的话，在我告诉你挪威峡湾即将发生些什么之后，EO会推荐在2025年度我个人觉得最值得推荐的挪威峡湾邮轮航线。在你点赞收藏这一集的同时，转发可能你就要慎重了，不然船票估计很快就会涨价喽。那为什么现在就必须要考虑这一场旅行呢？这一切源自于挪威交通与通讯部，还有挪威海事管理局共同提出的旨在保护挪威独特的环境，尤其是世界遗产峡湾的长期生态保护。首先提出的是进入挪威两大最著名的世界遗产峡湾盖朗厄尔峡湾和奈勒伊峡湾，途经这两大挪威峡湾中首屈一指的著名峡湾海域的船只必须实现零排放。这一项规则将于2025年的1月1号开始逐步实施，并且预计在2030年将全面生效。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现有的邮轮将无法满足这一个标准，导致可供选择的邮轮大幅减少，旅行的选择更加有限，票价那当然是水涨船高了。随着在这个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关注大型豪华邮轮对于环境的影响，挪威政府的这一个举措无疑是推动了邮轮业的巨大变革。据说新电池和混合动力加上清洁燃料的解决方案即将成为未来邮轮的主要进步方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EO的脑子里面始终还是觉得 something wrong。 于是我查了在网上大批的资料，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目前全世界拥有最庞大船队和最高科技船队的嘉年华邮轮集团和皇家加勒比海邮轮集团公司，目前没有任何一条邮轮符合以上的规定，并且官方也已经宣布了，可能要等到2050年建造出来的邮轮才能够符合挪威峡湾现在对于零排放的要求。那让我们掰掰手指头来数一数吧，差不多也就是5年之后，挪威峡湾的邮轮旅行即将进入到一个20年的空窗尴尬期。在这一段时间之内，现有的邮轮技术很快在这个海域遭到淘汰。如果你错过了现在就前往挪威峡湾的这个时间窗口的话，未来你非常有可能会需要支付高额的船票，才能乘坐符合环保要求的那些新型邮轮前往挪威峡湾，或者是山长水远的通过陆路进入挪威峡湾海域，再搭乘那种可能是几十人或者是刚刚上百人的电动零排放小艇来观赏挪威峡湾的美景。那你一定是可以想象了，在旅行的难度和成本当然大大的增加，同时反向递减的那当然就是我们的旅行舒适度了。所有人都知道，搭乘邮轮探索挪威峡湾肯定是最佳最舒适的方法，因为它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很轻松地饱览多个壮丽的峡湾景色，同时避开陆地旅行的舟车劳顿。别忘记了，北欧这些国家可是物价非常的高昂。一个完美的挪威峡湾邮轮航线该具备什么要素呢？接下来EO就会为你推荐几个我认为2025年最值得尝试的挪威邮轮峡湾航线了。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EO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EO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
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EO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EO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EO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挪威峡湾的邮轮季节集中在每一年的5月至9月之间，同时这个季节也是白天的时间最长，长到几乎没有夜晚，且气候相对最稳定的季节。之前提到的导致全球游客手忙脚乱的新法规，从2026年的1月1日开始，首先会从挪威2大最著名的峡湾海域开刀，率先拉开零排放计划的序幕。所以也有认为赶在2026年之前必去的挪威峡湾航线，首要抓住的重点就是订购的邮轮航线必须是可以抵达这2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世界遗产保护地。那它们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盖朗厄尔峡湾位于挪威的西部，以其壮丽的瀑布、陡峭的悬崖和绿色的山谷而闻名。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整个盖朗厄尔峡湾被誉为挪威峡湾之王。奈勒伊峡湾是世界上最窄、最具有原始风貌的峡湾之一，最狭窄的地方宽度只有250米。奈勒伊峡湾是松恩峡湾的支流，峡谷两侧山峰高耸入云。这个峡湾同时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被评为世界上最具戏剧性和震撼力的峡湾之一。挪威峡湾航线推荐1：峡湾和北极，5星半级别129000吨 Modern Luxury 摩登奢华典范，在这个海域非 Celebrity Apex 莫属了。在整个2025年度所有的挪威峡湾航线中，已有为你选出了这4转。他们的共同点是英国南安普顿码头往返，在除了可以观赏挪威峡湾的美景之外，邮轮还北上进入到了北极圈内，停靠了被称之为北极之门的特罗姆瑟和已经非常靠近北角 North Cape 的洪宁斯沃格，为这一场挪威峡湾的邮轮旅行增加了不少含金量哦。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只是从航线图来看，它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那让 EO 为你标注一下吧，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到底哪一个航线、哪个出发日期更适合你呢？6月5日起航13天12晚，这一转的降雨概率低，更接近极昼之日。7月5日起航13天12晚，这一转的下雨概率应该算是全年最低，欣赏午夜太阳的最佳时机。唯一的缺点应该就是2大世界遗产的盖朗厄尔峡湾它不停靠。8月7日起航的15天14晚，这个出发日期的航线下雨的概率会有所增加，停靠更多的挪威峡湾港口，日照时间开始缩短咯。15天14晚的邮轮航程，当然价格也略微昂贵。8月25日起航13天12晚，这个船期峡湾已经开始呈现出秋季的景色，降雨的概率偏高，日照时间明显缩短了。喜欢 Celebrity 的观众，你可一定要码定你现在看上的邮轮起航日期。虽然是一条新船，绝大部分的房间都有阳台，但是EO认为2025年它在整个挪威峡湾实在是太显眼了，应该会有很多人跟你来抢购船票哦。航线推荐2：挪威峡湾加冰岛。维京海轮 Viking Vela 2025年全新建造，48000吨。Viking 将新船派入这个海域，一定是对于北欧的邮轮航线市场非常的有自信。在整个北欧邮轮季节中，我挑选出了2个特别的船期，这将是一场挪威峡湾与冰岛航线绝佳的双重自然奇观之旅。
对于热爱自然、崇尚北欧文化并追求安静高端体验的游客来说，这个航线的独特组合加上 Viking 邮轮的卓越服务，将使这一次旅行成为一生难忘的回忆。6月1日和6月13日起航的这2站，往返于挪威的 Bergen 和冰岛的雷克雅维克之间，13天12晚，起始站和终点站各自多停靠港口1天，让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登船的乘客免除了上船前赶船和离船后赶飞机的风险。邮轮是全阳台房设计，船费包括了沿途靠岸的岸上观光团。另外，18岁以下的乘客不被接受订票哦。航线推荐3：挪威峡湾加英伦风情。2015年6月15日从英国南安普顿出发，为期14天，最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结束。搭乘的是 Oceania 邮轮公司目前为止最新最大的 Oceania Vista， 它建于2023年，67000吨。搭乘这个吨位邮轮的乘客，您将有机会更近距离地欣赏到世界遗产级的壮丽峡谷和瀑布景观，还能够深入体验爱尔兰、苏格兰和丹麦多元文化和丰富的历史。这一条 Oceania Vista 的挪威峡湾航线应该是你的最佳选择了。航线推荐4：挪威峡湾的性价比之王。接下来也有推荐的航线可谓是整个挪威峡湾航线上我认为的性价比之王了。航线的时间比较短，出发的日期又多又密，整个邮轮季节跨度又大，价格优势当然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时间有限，它只停靠最著名的几个峡湾港口，那就是 MSC 的 Euribia 海洋女神号，它于2023年建成，183000吨。这一条航线从2025年的5月至10月，主要行走8天7晚1周1转的航线，每周都有固定的出发行程，方便您根据时间灵活的选择。同一个航线，你可以选择从德国基尔上下船，或者是从丹麦的哥本哈根上下船，让全世界的游客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登船和离船的港口。我相信搭惯 MSC 欧洲航线的乘客肯定对于这样邮轮公车编排并不陌生。在这个航程中，邮轮将带您探索挪威的经典峡湾，包括世界遗产的盖朗厄尔峡湾、奈勒伊峡湾，在著名的挪威港口费洛姆、奥勒松，还有玫瑰之城美誉的摩尔德。不同的船期停靠港口的顺序和时间略有不同。如果您是属于特别想寻找机会深入峡湾欣赏的话，密切留意这个船期：5月31号从德国基尔往返，或者是6月1日出发从丹麦的哥本哈根往返的那一转哦。如果你下手晚了，可不要怪EO在这里没有提醒你哦。这个航线对于大多数预算有限的游客来说，只要你不那么在意与 MSC Euribia 6000多个乘客同船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和不便的话，那么它绝对是你单纯挪威峡湾邮轮旅行中最完美的选择。视频看到这里，也许也有帮你理清了未来这1-2年邮轮旅行的方向，或者是给你的邮轮旅行之路又制造了很多新的问题。欢迎你在视频底下留言，你的问题将在EO的直播间中为你解答。如果你不小心错过了EO的直播时间也没有关系，点开EO的频道，直接点击直播按钮，你不单单可以看到EO直播的预告，还可以看到过往多期非常有价值和含金量的直播回放。看到这里，可千万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点赞哦。在看完EO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之后，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把挪威峡湾列入到了你的心愿清单之中。那么现在就开始赶快计划吧，EO非常的期待你的旅行充满了惊喜和美好的回忆。如果有什么特别的，记得要回来跟EO好好分享一下哦。EO邮轮旅行活攻略，邮轮旅行路上不迷路，记得订阅点赞，还有更多的精彩邮轮旅行分享等着你哦。我们不见不散，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了，拜拜。